终于到最后启用的阶段，设定切层软体与实际列印测试键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首先针对 Cura 进行切层软体的设定，来到 Cura 界面左上角 Settings Printer Add Printer 来新增列印机。Cura 本身有提供一般标准版本的 Voron 机台配置，如果是组装标准版本的，可以直接选择 Voron Design 中的机台配置。本来我也是选择这版本，但后来发现无法针对原来的设定新增挤出机，所以改为使用自定义的机台。设定新机台时会要求输入机台的基本参数，左边开始需要输入机台基本的列印面积大小、列印面形状、有无热床或热舱，最下面为 G code 编号。根据 Klipper 官网上的说明 ，Marlin 与 Klipper 有不错的相容性，所以建议在切层软体部分选择 Marlin 即可。接下来是右半边的列印头设定，定义列印头中心为准。标示出 X 与 Y 方向上的最大、最小值，同时定义实际轴支架的高度。这部分目前在使用上好像没有差别，如果知道实际用意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然后才是选择自定义的重点，可以选择挤出机数量，这边改成2个，然后勾选下方的将挤出机位移应用至 G code 中。上半部完成后，下面会看到 Start G code 与 End G code， 这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填在 Printer.cfg 文件中的 Print Start 与 Print End 中。如果实际指令都是填在 Printer.cfg 中，在这边的 Start G code 就只需要填上 Print Start， 而 End G code 则只需要填上 Print End，Klipper 就可以正常辨识开始与结束的指令。将刚刚的 Number of Extruders 改为2后，会发现上方的分页增加一个 Extruder 2。点到各自的分页后，可以看到针对喷头的基本设定、喷头大小、线材直径、喷头位移与风扇数量定义。在 Klipper 定义上，以第一个喷头为准定义了位置，所以第一个挤出机的位置定义为原点00。冷却扇的部分原来是分开的，但在上集说明中将冷却扇的部分合并了，所以没有针对喷头再分风扇了，维持预设数值为0。接下来跳到第二挤出机的分页 ，X 与 Y 的位移就需要调整了。以第一喷头为基准，填入第二喷头的位置。这部分先填上挤出机厂商的数值 ，X 轴正向位移15毫米，实际可能因为误差需要调整。下方的 Extruder Start G code 与 Extruder End G code 为针对切换喷头时所需进行的动作。最基本的就是更换挤出机的指令，之前在 Printer.cfg 文件中定义的 T0 或 T1。另外就是在切换时进退料的动作，防止没有使用的线材在喷头内加热。当然这部分也可以填在 Printer.cfg 文件中，测试时都先以填在这边为主。填完后就实际开始测试，前面已经校正过挤出机 Z 轴校正的部分，接下来就是针对线材的部分进行调整。依照之前说明的顺序，温度、线宽、回抽、冷却、尺寸等进行调整。在线宽调整部分 ，Klipper 会计算预设的线宽与切层软体给予的线宽，所以在线宽流量调整上，就变成只能使用流量进行调整。调整流量的部分对应到线宽为 0.4 毫米。改切层软体的线宽会使 Klipper 增加挤出量，不容易调准。这点跟 Marlin 韧体调整线宽流量上为有差异的部分。回抽部分因为是近端挤出，没意外的对线材控制比远端要准确得多，印出来的 PLA 几乎看不到拉丝的现象。冷却就发现问题了，所以才会有上级冷却风扇更换的部分。尺寸部分 XY 平面上因为机构为立方体的关系，印出来的尺寸误差比较均匀，配上 Klipper 的视角调频，调整上也比较不需要考量各轴歪斜的问题。确认完成后，来试试单喷头列印 Bench。
除了因为较重的猎鹰头造成的波纹未来会需要调整外，单喷头猎鹰的 bench 看起来有一定的品质。接下来是双喷头，这部分就要先进行喷头彼此的位置校正，设计 X 与 Y 轴各一组对齐尺的模型。除了中间基准线对齐外，以 0.1 毫米为一格向两侧递增误差量。在 Cura 中定义两喷头的材料，并实际猎鹰出来观察刻度有没有对齐。然后回到刚刚挤出机设定中喷头的位移位置，重新调整实际的位置。调整完后就可以来看看双色猎鹰的部分，一样也是 Bench 的双色配上 Cura 中的防疫料墙。拆掉防疫料墙后，还是有部分材料粘连在外部，但对于未来要使用水溶性支撑材来说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猎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Patreon连结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